大家好，我係添 Sir， 今次帶大家行黃牛山、水牛山，順路去埋呢個黃牛石城，尋找奇珍異石，包括係人都熟悉嘅石天窗，同埋鮮為人知嘅獅身人面石。起點呢喺呢個黃泥頭，我哋先會掠過呢個花心坑，經觀芳徑呢直上呢個花書坳，隨即呢轉入芳徑，登上呢個黃牛山噶啦。臨近呢個黃牛山山頂呢，先會兜一轉呢個黃牛石城，睇一睇奇珍異石，到訪一下石天窗、獅身人面石，然後呢就翻轉頭，先後呢會登上黃牛山、水牛山，跟住就係落山嘅路程。先行落呢個打寫油坳，再接上呢個企碧山古道落山，之後就一條直路直接落到山腳嘅白沙灣完結。路程呢唔長唔短，整體嘅難度呢就4星，主要係因為黃牛石城嘅路呢較為崎嶇啫。好啦，起程啦！起點呢喺呢個小瀝源嘅黃泥頭，可以喺呢個沙田站或者第一城站乘搭九巴83K， 或者喺呢個大老山隧道轉乘站搭83X， 到黃泥頭巴士總站落車就得啦。落車之後呢，向住山嘅方向行，跟住就走上巴士站旁邊嘅斜路，走近花心坑。喺路口呢，就靠左行，留意有路牌呢指示去黃牛山嘅。條石屎路都幾闊㗎，沿路呢直上呢就得㗎啦。頭段嘅石屎路約係500米，然後就會轉入山徑㗎啦。接上呢個馬路之後呢，留意對面嘅路牌，往黃牛山呢係轉右嘅。再行一小段嘅馬路，就會嚟到山徑嘅入口啦。路後呢，繼續有路牌指示往黃牛山嘅，好快呢就會遇上另一個分岔路口喎。喺呢度呢要靠左行，因為直行呢係私人地方嚟嘅。跟住就開始緩坡上斜啦。先係一條好長嘅狹窄石屎斜路，慢慢上。唔使急嘅，再踏上一條用磚砌成嘅梯級喎，就好似走入咗公園咁樣。沿着呢個梯級呢，一直上到頂，就嚟到觀芳徑嘅泥路山徑入口啦。路口放有地圖告示牌，標示咗你嘅位置。路牌嘅方向係石崖背，向上行呢，就先會到呢個花書坳嘅。但我哋目標呢唔係去石崖背㗎。條山徑近似一個古道式嘅大石階梯，緩坡慢慢上斜，係非常好行嘅。上花書坳呢段路，查返地圖呢，大概係370米，長就一定唔長㗎喇。但至於短唔短呢，就真係好視乎個人體力啦。無論點都好啦，畢竟都係一條好簡單嘅上斜啫。若然你覺得呢條山路都已經好吃力，
沿途已經要休息好多次嘅話，咁奉勸大家都係回頭是岸啦，等到天氣涼啲再行啦。因為登上黃牛山嘅路係呢一段嘅3.5倍路程，而且斜度呢比呢段更高，梯級呢亦都更密嘅。喺秋涼嘅時候呢，一般會好啲。喺炎夏呢，真係要注意自己嘅體能是否能夠足以應付啦。行得快嘅話呢，大概10分鐘就可以上到嚟花書坳噶啦。花書坳呢係一個十字路口嚟嘅，佢轉右上斜呢，就係返去黃泥頭嘅方徑，直行呢，就係去石崖背，而左邊呢，另一條唔明顯嘅方徑呢，就係上黃牛山噶啦。我哋跟住就循呢個左手邊嘅方徑開始上山。雖然入口係有少少朦朧，但係行落之後呢，係一條好正常嘅山徑嚟㗎。沿路都係大石梯級，根本係唔似方徑嘅，路碑仲好清晰添。好斜嘅路呢，只係得幾級嘅啫。登上黃牛山呢一條山徑呢，難度其實唔高㗎，近乎呢冇咩分岔路，方向呢亦都好明確，就當係一條不斷上斜嘅窄天梯啦。咁樣呢段方徑嘅難度究竟喺邊呢？難度呢，其實主要就係喺呢個黃牛石城裏邊，同埋呢個落山路段嘅。喺上山呢一段呢，其實大部分都係好明顯嘅大石階梯嚟㗎，部分嘅斜度更係唔大添。只不過攀升量都唔少，仲超過350米，大約就等於由心經簡林行上鳳凰山落少少斬柴坳嘅路程。其實喺上山途中，我哋可以點樣估計剩返幾多路程呢？除咗睇手機嘅 GPS 外，我直觀察大老山同慈雲山嘅高度位置，就可以估計到仲要攀升幾高。因為黃牛山呢，比佢哋呢都仲要高嘅。只係大概行咗10分鐘嘅路程，其實風景呢已經開始好開揚噶啦。整個沙田呢都已經盡收眼底。黃牛山呢係好高嘅，喺呢個位置呢係睇唔到噶，所以初步嘅目標呢，就要跨過前面呢一座嘅小山丘啦。由於係夏天啊，沿途嘅草叢呢都比較茂密，令到山徑呢顯得十分狹窄。雖然話窄啫，但係窄極都有一個限度嘅。起碼目視仲會見到一定嘅闊度㗎，唔會話窄到連路碑都見唔到嘅。如果發現有闖林嘅感覺，可能已經行錯咗路啦。嚟到一個不知名嘅分岔路口，千萬唔好轉右去闊嗰邊喎。正確呢，反而係直行，有絲帶較窄嗰邊。呢個路口呢係有點蠱惑㗎，因為通常呢都係有闊路行闊路，好少話有闊路反而行窄路㗎。俗稱呢有大路行大路，其實都係行山一貫嘅做法嚟嘅。不過大家放心，呢啲咁蠱惑嘅路口，如無意外呢都係只得一個嘅啫。全段呢都有好靚嘅古道式階梯啊！啲路碑真係清晰到以為行緊加油徑。上山嘅路只係一條直路直上，基本上係冇大一啲嘅空曠位置。遇到其他行山人士嘅話呢，就互相讓一下路啦。其實除非係做開運動，
有超凡嘅體能，先至能夠一口氣咁攀上頂㗎。不然，小優就當係俾自己欣賞風景嘅空間，唔經唔覺就已經攀到較高嘅位置啦，差不多跟大老山平頭啦。繼續行上山嘅同時，講一下喺唔同天氣時候要注意嘅事項啊。先講呢個炎夏，特別係要注意咧，帶多啲水，盡可能防曬，戴帽甚至開遮啦，盡量降溫，避免中暑。要知道喺酷熱下行山，要求嘅體能呢係比秋涼嘅時候雙倍以上嘅。有樹蔭嘅地方呢，真係好少㗎。只係臨見頂前一段嘅草叢高過人，所以如果烏雲蓋頂，再加上有雷暴警告嘅話，就唔好登上呢一類四周都冇得躲避嘅高山。雖然係可以撤退，但係落山嘅路程呢都頗長，可能呢會因而走避不及㗎。嚟到一嚿大石嘅位置，不妨喺附近小休一陣。風景呢，真係一望無際嘅噃，同時都感覺到差唔多已經到頂啦。行多唔使5分鐘，距離小山丘嘅頂只係差幾步咋。只要穿過整片嘅草叢，就踏上小山丘頂啦，大石階嘅天梯亦都隨即結束。雖然距登頂呢仲有一段嘅距離嘅，但係最艱辛嘅路段呢都已經行完㗎啦。面前嘅山峰呢就係黃牛山啦，可以見得山徑呢已經平緩咗好多㗎咯噃。就好似穿梭喺呢個飛鵝山山頂嘅高草叢咁樣，目標呢係好清晰嘅，周圍呢亦都非常開揚，無遮無擋嘅。慢慢逐漸咁樣走向山頂嘅位置，都係好輕鬆好闊嘅泥路。唔知道嘅話，真係以為呢條係官方徑嚟㗎，其實呢一段係方徑嚟㗎。面前嘅石群就係黃牛石城嘅入口啦，好容易呢就可以分別出中間嘅狗仔石㗎。講返轉頭先，官方徑嘅定義其實就係有人維護嘅山徑，係有路牌嘅。方徑呢，就係冇人維護嘅山徑，亦都冇路牌。多人行嘅時候呢就闊啲，少人行嘅時候就窄啲、密啲。攀上一段較斜嘅斜坡後，走近喺面前嘅巨大岩石，然後從岩石嘅右邊行入去，隨即已經進入咗黃牛石城嘅路程啦。唔行黃牛石城嘅行山人士呢，就唔好轉入嚟啦，直上去就得㗎啦。入到去之後，立即往下走，山徑呢係比較斜嘅，往下方嘅石群慢慢咁行落去，慢慢落，唔使着急。先唔好理喺兩旁嘅分岔路，不斷咁直落就得。直行行到去呢個圓形大石嘅位置，跟住左轉入另一條嘅方徑，前面呢就係疊環石啦，又名大料石。
只要走到大石嘅最底層，往右一望就可以找到石天窗㗎喇。可以小心咁樣攀爬上呢個石天窗，可以企嘅位置呢係好闊落嘅，其實係非常安全嘅。跟住就繼續從右邊嘅小徑爬高一啲，望去右手邊就會立即見到呢個獅身人面石㗎喇。不過呢一邊嘅構圖呢唔完美啊，所以我哋跨過少許大石，行出啲咁多，繞路到另一邊欣賞，就會見到仿如一座獅身人面石喺面前，相似度都幾高㗎。跟住就返去攀爬上嚟嘅小徑，去到路口呢停落嚟，然後靠右行，唔使折返返落去石天窗㗎。右邊呢係有一條平路，好容易呢就可以兜到去另一邊，係唔使任何攀爬㗎。返去主徑之後呢，先至沿路折返。留意呢個分叉路口係靠右行啊，靠左係一樣可以離開嘅，只係出口唔同，係落一啲嘅位置。爬返去係比落山呢容易好多㗎，上始終呢係唔會好似落咁線啦，而且方向呢係好清晰。望上去呢就會見到狗仔石啦，鍾意嘅就可以隨便過去走走。不過就小心迷路啊！黃牛石城內其實四通八達，非常多分叉路㗎。若然忘記咗返去嘅路線呢，咁就不斷向上行啦。熟路嘅行山人士就可以隨便咁喺石城裏邊穿梭。不過沿路返去入口嘅大石係最容易行同埋最安全嘅路線。返到主徑後，繼續登上黃牛山，只需行幾步就已經見到標高柱啦。喺標高柱嘅下方有一嚿小嘅跳板石，影相都幾震撼㗎。黃牛山嘅標高柱呢係特別大座㗎，擁有360度嘅無敵靚景，係一處大休嘅好地方。休息完之後就從另一端離開，亦即係滘西洲嘅方向。沿路呢都係5星級嘅海景，只係走落少少就會見到有一嚿好平嘅大石。如此美景，又點可以唔落去影相留念呢？不如再坐多一陣啦。左邊嘅山峰呢就係水牛山啦，好近嘅啫。唔使10分鐘呢就可以行到過去㗎喇。呢段呢繼續係方徑嚟嘅，跟前段一樣，都係好清晰嘅。我哋先走落呢個山坳，然後呢再向上攀。望住山頂，一步一步咁樣行上去，緊記要向住山頂行喎。因為右邊呢係有好幾條嘅分叉路㗎，千祈唔好行錯，直上先至啱啊！如果靠右行，就會錯過咗水牛山嘅山頂㗎喇，因為嗰啲都係繞過山頂，直接落呢個麥理浩徑嘅捷徑。但嚟到呢度只差幾步，又點可能唔上頂呢？山頂上面嘅風景係周邊最靚㗎。嚟到水牛山山頂，
山頂係冇標高柱嘅，最高嘅位置呢，就係嗰度大石啦。但係呢，佢擁有360度嘅無敵靚景，藍天碧海，白雲群山，令人心曠神怡，一切疲累都已經盡消啦。接下嚟就係落山嘅路程，我哋先望住右邊嘅大石陣咧行過去，中途咧會穿越一段嘅小竹林，需要咧一直行到盡頭，會發現咧好似冇路咁噶。只要放膽咁樣行去大石陣靠左嘅位置，就會揾到一條好清晰嘅山徑落山噶啦。下方嘅草地就係打寫油坳啦，正面嘅小山丘呢，就係芙蓉別。呢一段係全程最斜嘅落斜嚟噶。小心咁落，慢慢落。有需要呢就手腳並用。最緊要呢就係安全，就唔係快。落山呢一段係冇分岔路㗎，只係一條急斜嚟嘅啫。由於非常斜嘅關係，所以幾分鐘呢就已經落到底啦。跟住就會接上麥理浩徑，返去官方徑之後，我哋靠右行幾步，就會嚟到呢個十字路口。路口呢有清晰嘅路牌嘅，剛剛嘅方向呢就係去茅坪，直行呢就係基維爾營地。我哋嘅路線係向左邊嘅三塊田落山，標示呢係1.8公里。呢一段呢亦都係企碧山古道。現時嘅海拔呢大概係460米，古道嘅盡頭約係180米，即係要下降280米。所以路程係唔短嘅。前段呢係好行嘅平路。林蔭呢唔多嘅，全段古道其實都好開揚，好處就係風景優美啦，唔似得某些古道都係喺山林中穿梭，完全不見天日。好快呢就開始落山啦。山徑逐漸變得亂石處處，但係就冇浮沙碎石嘅，非常穩固㗎。風景呢越嚟越遼闊，可以清晰咁分別出鷓鴣山。除此之外，仲可以遠眺到西貢眾群島。當中最為突出嘅呢，就莫過於個白沙洲啦，亦可以俯瞰到好似蟻窩一樣佈滿遊艇嘅白沙灣。企碧山古道係喺打寫油坳唔行回頭路嘅最短離開路線，
落到山腳嘅巴士站呢，大概係3.3公里。若往茅坪，經北港古道落山，則約4公里。如果係經茅坪古道梅子林路落大水井，就大概係5.8公里。但若果係往基維爾營地，經石崖背返去黃泥頭嘅起點，就只係最短嘅3.1公里。其實落山嘅位置呢，最緊要都係搭車方便嘅啫。大家呢可以隨便咁樣轉路線落山嘅。喺呢邊落山呢，幾乎呢全部都係大石坡。行咗大概15分鐘左右啦，就會見到另一個路牌噶啦。標示呢去白沙灣就係2.3公里，需時係大概1小時。翻查翻時間記錄，實際呢只係用咗40分鐘左右。唔知道係咪我行得快啦？跟住呢會經過一段泥路，然後呢再接上亂石嘅山徑呢落山。其中一小段呢係竹林。根據經驗，大部分竹林呢都係古村遺留落嚟嘅風水林，係用作防火嘅，所以亦代表即將落到山腳啦。但係目測留意到，距離海平面仲有一段嘅距離。咁長嘅落山路段，不如分享一下落山嘅輕鬆方法啊！姿勢係最重要嘅一環，有咗好嘅姿勢就事半功倍啦。其次呢就係核心肌力，最重要嘅呢就係腹肌同埋臀肌。有咗腹肌呢，行路姿勢呢就會穩，平衡力呢亦都會高。有咗臀肌，抬腿力量就會強，上落山呢就冇咁易攰啦。不過肌力就沒有一日練成嘅方法，姿勢呢亦都要慢慢修正，令佢變成咗習慣，咁就會變成咗你嘅技能啦。講返點樣落山啦，其實好多人落山嘅時候，因為好怕跣呢，而把呢個身體嘅重心向後傾，萬一跣低呢，都可以坐低，但係呢個姿勢呢，其實係適得其反嘅。試問一個斜滑梯嘅姿勢，又點可能唔跣呢？另外，由於身體唔係喺平衡嘅狀態，膝蓋受力呢亦都比較嚴重，所以膝頭哥好多時就會痛啦。正確嘅姿勢呢，係應該挺胸收腹，將身體嘅重量呢垂直咁樣傳到去腳掌，膝蓋呢就微曲，以減少上下嘅落差距離同埋緩震。另外落山呢就要內八字腳行，上山呢就外八字，咁樣就可以分散重量去到其他肌肉群，亦都有助減低膝蓋嘅負荷，更可以增加與地面嘅摩擦力，行得呢更加平穩。當見到一個現代嘅水井嘅時候，只係行多幾分鐘，就離開泥路山徑㗎喇。講返落山，輔助配備方面，善用行山杖可以幫上好大嘅忙㗎。落山嘅時候，伸長行山杖，杖必須要先落地，腳先至跟住落地，唔好隻腳落地快過支杖，呢個手勢呢就錯誤㗎喇。終於見到另一個路牌，亦都隨即呢接上咗石屎馬路，山徑嘅部分呢亦都全部完成啦。沿馬路呢直落，係一條比較長嘅石屎路落斜。首先會經過企碧山配水崗，係企碧山鄉村嘅供水池嚟㗎。接上石屎路之後，盡管快快腳咁落山啦，因為尾段係完全冇風景可言㗎，就係石屎路一條，附近就係三塊田，一個不為人熟悉嘅地名。行落少少就係呢個企碧山墳地。最尾呢段落山呢有少少林蔭，不至於呢好似山頂咁樣暴曬。喺分岔路口呢靠右行。
行最明顯嘅車路出去。全段嘅石屎路大概要行25分鐘，不過行落去其實都好輕鬆。車道唔算大，唔會落到腳痛。即使由呢個打死牛坳落呢個北港古道、茅坪古道嗰邊，同樣都係有一條好長嘅石屎路㗎。而且仲比呢條更斜添，除非經呢個黃泥頭沿路走啦，否則嘅話石屎路係避不了㗎。當經過個萬公窩村，亦即係就快完結啦，只係剩返大概2-3分鐘嘅路程到。最後經過埋呢個佛光寺。就會去到萬公窩村嘅村口，喺西貢公路嘅兩旁，就可以揾到巴士同埋小巴離開㗎喇。今次旅程就嚟到呢度，希望大家都可以開心上山，安全落山啦。鍾意我 channel 嘅朋友記得 subscribe 同 like 啊！揾行山路線記得嚟 teamhiking.com， 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